爷爷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从来没有来过？你当然不知道啊，这是历代庄主闭关练功的地方，除了庄主谁都不许进来。上去吧。爷爷，我现在要传给你毕生的功力。啊，爷爷，这怎么可以？别说话，集中精力。爷爷，记着。爷爷，爷爷，你不值得为我这样耗尽内力。我老了，命不久矣，抗金大业要由你们去完成的。疾风谨记爷爷的教诲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像你二叔一样，为了一个女人断送了前程。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江湖流传，岳将军的遗物在少林寺内。我想，你去少林寺走一趟，以我传你的内力，应当足以助你去少林防身之用。你在这里再待上3天3夜。把你我的功力融合在一起，就能创造出至高的力量。晚辈张启乔拜见易老庄主。今天是什么风啊？怎么来了这么多客人呢？晚辈同武林同道一起跟老庄主来请安来了。有心了，不如开门见山吧。庄主果然是快言快语。我们这次上山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要求明剑山庄出来代表武林到少林寺要求教人。教谁？我的侄儿张君宝，他师父出走，听说就躲在少林寺。那是你们张家的事，干嘛牵涉到我们明剑山庄呢？老庄主此言差矣。一，张君宝弑父出走，有耻武林威名，明剑山庄既是武林盟主，应该出来主持正道。二，张君宝身上携带的是岳飞身上的遗物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能落在一个毛头小子手里保管呢？对，太不公平了，对，太不公平了。他们是冲着岳元帅的遗物来的，想分一杯羹啊。还有三，少林寺可能想独吞岳将军的遗物，所以请明剑山庄一定要出来主持正道。讲得好，有道理。不过老朽早已不过问江湖事了，庄主一位已经移交给孙儿易继风了。那就请易少庄主一起共商大事吧。他不便见客，恐怕是推脱之词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原来明剑山庄只是浪得虚名，所谓天下武林第一庄，只是藏头露尾巴。放肆！我讲错了吗？各位武林同道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明剑山庄已今非昔比了，真是可惜可惜呀。好啊，是否浪得虚名，那就武功上见真章吧。前辈如肯赐教的话，晚辈定当奉陪。只不过前辈的辈分比晚辈高一点点，如果是1对1的话，恐怕有点对长辈不太敬意吧。哼，那你们就一起上吧。
师傅，我们是不是来踢馆的？嘘，小孩子别乱讲话。怎么了？没有人敢上来吗？老庄主，我们是来请明鉴山庄主持公道的，我们也不是来挑衅。我想各位武林同道跟我的意思也是一样嘛。刚才话说的满满的，现在却畏缩了。老庄主，你看，我们这一来就是几十个人，这样也不太公平了嘛。要不这样好吗？我就请泰山派帮主，还有聚精派掌门，再加上青龙门门主，加上晚辈我们4个人一起跟老前辈切磋一下。好吧。别在我山庄清净之地撒野！好厉害的轻功啊！我看全场能打过他的，没有几个人。爷爷，这帮是什么人？乌合之众，到我们明鉴山庄来捣乱的狐群狗党。哼，那就不用客气了。这位一定是明鉴山庄的易少庄主了。不错，你想试一下我们明鉴山庄的武功吗？让我看一下明鉴山庄是不是浪得虚名。请借剑一用。少庄主，还不出手？谁还想来讨教一下？少庄主的武功果然是了得，这明鉴山庄果真是名不虚传。我们本来想请明鉴山庄带我们到少林寺讨回公道，没有挑衅之意。刚才老庄主说少庄主不想见我们，所以产生了一点误会。既然少庄主已经来了，我们可以从长计议，共商大事嘛。我们明鉴山庄向来为江湖武林主持公道，名垂百年。这次你们既然让我们来主持公道，当仁不让。季风，明天你带大家去少林寺一趟。好，明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出发。这剑名叫绝命，是你爹用过的剑，我一直收藏着。今天它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我们明鉴山庄几十年来名动江湖，号称武林第一，代代人才辈出。可是到了你爹这一代，还没来得及闯出名堂来就死了，使得我们明鉴山庄名声渐渐的沉寂了。明鉴山庄每一代主人都有一柄自己的剑，每一柄剑都是上一代给下一代的。本来你也应该有一柄，可是你爹英年早逝，来不及给你做定一柄，所以你还没有自己的剑。这一柄绝命，也就是因为你爹的早死而没有用武之地。唉，为了你爹，为了明鉴山庄，为了这柄剑，你这次到少林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。爷爷，我怕辜负了你的厚望。你说什么？责任重大，我怕担当不起。你是明鉴山庄的传人，明鉴山庄的传人天生出来都是天下第一的强者，从来不会畏首畏尾的。可是爷爷，这次你跟我来。你看见这8把剑了吗？明鉴山庄的历代先辈都在为你打气，你还怕什么？
张启乔，你终于忍耐不住，露出了狐狸尾巴。不过秦姑娘，你怎么和这些人交在一起啊？哈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自始至终就是我的人。老夫走眼了。你呀，活了这把年纪，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这越漂亮的女孩子，越是靠不住。我们明剑山庄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反对丞相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是秦桧的走狗。废话少说，杀！这老鬼内力不如以前了，支撑不了多久。为什么还不动手？出手！这明剑山庄的剑气也不过如此吧？卑鄙！这明剑山庄从此以后在江湖上就会彻底消失了啊！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你怎么样啊？前辈，哎呀，你这女娃可真是，只要是男人也不分老嫩，都得抱一抱。这山庄里还有一个叫剑冢的地方，里面有8柄宝剑，是这里的镇庄之宝，对不对？好，拿到宝剑来宰这老鬼也好。走。好大的剑气！怎么办？好像这8柄宝剑很难驯服。好功夫啊！这8柄宝剑乃旷世奇珍，这明剑山庄根本就不配有它。这把白玉剑我喜欢，剑若凝脂，好像我的肌肤。这柄无名剑配我，简直是宝剑配英雄。这8柄宝剑谁也不允许私自拿走。为什么？难道我们这么辛苦，不就是为了得到这8柄宝剑吗？哼，
这8柄宝剑，我还有更大的用途。还有什么用途？我打算把这8柄宝剑散布在江湖上，让江湖的人相互争斗。到时候，什么名门正派，什么抗金一心，都会不战而败。前辈，前辈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这样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是我自己看错了人，这又怪得了谁呢？可是我不明白，一个小姑娘怎么会跟这群歹毒的人在一起呢？难道你就这么喜欢杀人吗？前辈，前辈，还没死，赶快动手吧！一剑把他杀了。他已经受了重伤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为什么一定要他死？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。他不肯杀，让我们来吧。那就等着我把他的肉一小块一小块的割下来，然后再往他的伤口上撒点盐。听到没有？如果落在我们的手里，他会死得更惨。秦姑娘，我求求你，拿剑把我杀了，让我免受这样的屈辱。不要，前辈，不要！我死也要死得干脆。不要！思荣，你看，前辈都在求你了，你还不赶快动手啊？前辈，走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！前辈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前辈，那我们就后会有期了。后会有期。君宝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要不跟我一起回家？你知道吗？你娘亲最近很是想你。自从大哥去世以后，你娘亲就更加寂寞了。我当然想早点回家，但是我的徒弟们还很懒散，看来我还要留在太虚观一阵子。你帮我照顾我娘。啊！一清早你吵醒我干嘛？我被人家叫醒，我才叫醒你的，要不然我怎么会醒啊？师傅走。走。哎，大家这么早啊？还早，每个人都走光了，睡到日上三竿，还嘴开开的，丢尽我们武当派的脸。又说人家多了这么多天，好不容易有个好觉睡，所以就起晚了。不要以为睡得多就是好，每个人每天睡4个时辰就差不多了，不能睡太多，也不能睡太少啊。大清早讲道理，烦死了。走走。还好有人比我晚。你怎么脸色那么难看？昨晚睡得不好，还是做了什么事啊？我没事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偷偷跑出去吃宵夜，不告诉大家。说笑而已嘛。先吃点东西啊。师傅，你吃了很多了，饱了，你吃。我不饿。哎，人家客气而已嘛，连礼貌都不懂，真是丢武当的脸。你不公平，我们晚来一点就要被你骂。秦姑娘最晚来，你不但不骂她，反而维护她。这怎么一样？人家又不是武当派的人，人家是客人嘛，人家不舒服，你有没有不舒服啊？我也不舒服啊。对不起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出去走走。大小姐脾气。不好了，明剑山庄出事了！
老前辈武功那么高强，会是谁把他杀了？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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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干的？是谁干的？易大哥，快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剑种。易大哥，那8柄宝剑都是爷爷的命根，是明剑山庄的象征。杀人夺剑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现在明剑山庄要靠你了，帮你爷爷报仇，也只有靠你了。你要撑下去。要是我早点回来，爷爷就不会这样了。你不要怪自己了，谁都不想，都是因为我。如果没我在你身边，你就不会这么晚才回来。死了这么多人，我们留下做法事吧。不必了，你们请回吧。这位姑娘，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话，尽管直说。好好照顾易大哥。君宝，真没有想到这明剑山庄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废墟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易继风，我自己没了爹，很明白那种失去至亲的感觉。他又不肯让我帮他。这种事情人各有志，勉强不来的。也许他自己想做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启程了。有时间常回去看看你娘。我会的，你帮我照顾娘。好了，启程了。蓉蓉姑娘，我们走吧。你们走吧。你不跟我们回太虚观了吗？我想回家。你不是刚刚回过家而已，又回去啊？我什么时候回去还要向你交代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多问一句嘛，不要那么生气。人家要来就来，要走便走，你不要强人所难嘛。反正有人最希望我离开，我也不想妨碍人家。你可不要误会，我跟他像敌人多过像朋友，我跟他没什么的。你们有没有关系不关我的事，我有自己的家，自己的朋友。告辞了。喂，好歹也留下个地址给我，整天神出鬼没，也不知道怎么找你啊。看什么？看什么？问你自己啊！你是不是舍不得蓉姑娘？神经病啊！你们先跟明姑娘回道观去。你去找她。我要帮易继风打探那8把宝剑的下落。还有啊，我可能好一阵子都回不去，你帮我看着道观，还有督促你的师弟们练功。我知道。走啊！喂！干嘛？我陪你一起去啊！我早猜到你有这招了。你可别乱来了，不要拉手拉脚的。
易大哥，你已经在这儿很长时间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爷爷武功盖世，剑气一绝，要不是他把功力都传给了我，他也不会内力大伤，让那些奸人有机可乘。爷爷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，爷爷，一定会。易大哥，你吃点饭吧，你该饿了。我不饿。你都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了，你再这样下去，身子会吃不消的。如果你爷爷泉下有知，也会心疼你的。好吧，我先把它摆在这儿。等你饿了，你再吃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眠不休，不吃不喝的，你就算饿死了，你爷也不会复生的。最后连你也死了，就让天下人耻笑你明剑山庄，耻笑你易继风没种无能，不能重振明剑山庄，只能像个孩子似的在你爷爷坟前哭。在下易继风，前来拜见青城派道长长春子。各位为何以剑相向？难道
这是青城派的待客之道吗？尹继峰，你真的是前来拜会，还是前来捣乱？我今天前来，是要取回本属于明剑山庄的一件重要东西。我师父正在闭关，不会见客。闭关？我看是闭关练剑，练的正是从明剑山庄偷回来的绝命剑。丫头，这没你的事，少管闲事。还是请长春子道长出来一下，否则别怪在下失礼了。明剑山庄已经名存实亡，今非昔比，你凶什么？好，今日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明剑山庄的剑气。夫人。小心，到前面休息一下吧。来，小心。恭喜易大哥，终于拿到绝命剑了。为了这把绝命剑，不知赔上了多少人的性命。你是说长春子吧？那是他咎由自取。不只是长春子，其实多少年前，明剑山庄的祖先为了这把剑，不知道流了多少血。这把剑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？这把剑是用百年玄木所造，只有明剑山庄的武功才能运用这把剑，威力无比。反之则毫无作用。哦，难怪长春子这么轻易就败在你手下了。为了取回这把剑，又多赔上了一条性命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易大哥，这不是你的责任。我要找回八把宝剑，复兴明剑山庄，还要跟那个张君宝也比试比试，我相信一定会赢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走吧。我来啦！我来了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你每天都会跟我说话，天天如此，该说的你都说完了。那为什么我总有话说呢？好了，不说就算了。其实，玉儿，吃饭吧。玉儿，你要说什么呀？别吞吞吐吐的嘛。其实我……哦，对了，我娘快要回来了，
等我娘回来以后，我带你去看看她。为什么？我天天都做饭给你吃，你去看看我娘不过分吧？你还要问什么？其实玉儿，我刚才想跟你说。对，你刚刚要说什么？你不用每天都来给我送饭，我自己会煮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什么要每天给你送饭啊？我不知道。你这个大笨蛋！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我要把他杀了！哎！别打了，不许打了！住手！有话好好说嘛！你抢了我的女人，我要杀了你！你们要是不想死的话，把值钱东西拿出来。对，拿出来！这里没什么好抢的，你们走吧。我们兄弟3个月没碰女人了，还缺一个压寨夫人，就是她了。你们敢？捉她回去！射死她！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。什么地方？这是月牙泉。月牙泉？我以前没有见过的，这是个传说。传说？
是这样的，很久以前呢，有一对情侣，他们相爱，可是不能结合，就双双在这殉情而死。临死的时候，他们就许愿，让天下有情人能够成眷属。以后只要有人来到月牙前，诚心的许愿，诚心的祈祷，就能跟心上人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这个时候，泉中就会出现这对情侣的倒影。这么神奇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去试试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你看我们的影子。这只是传说，不能当真的。哎，叶大哥，怎么了？你在中原的时候有没有心上人啊？没有。为什么会没有呢？没有就是没有。对了，我去前面看一下，看看我们该怎么回家。要不今晚就在这里睡吧。怎么办啊？我可不能让他把我看成是个随便的女人。呀，那我们不是要同床共枕了？今天晚上就在这儿过夜吧。这样啊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？我们还没有成亲，不应该这样的。虽然没有其他人，但是……还没睡啊？你也没睡啊？我不困。这儿风大，你也进去吧。不行，这样会破坏你的名誉的。怎么会呢？你是正人君子，我们行为端正。人言可畏，你不知道，在中原的汉族女子是最看重这一点的。我也是汉人，你忘了？哼，看样子很像，但是你的行为举止就不太像了。当然不像了，因为我从小在大漠长大嘛。哎，对了，我听我娘说，在中原的女孩，她们主要是做做木偶啊，学学刺绣、女红什么的，这是不是真的？这点我真的不太清楚。也是，在我们大漠，可不管你是男孩女孩，都得干活，放羊、牧马、做生意，挺苦的。所以呢，这里每个人看起来都挺豪放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。你喜欢啊？在大漠生活，自由自在，挺开心的。那是因为你才来了这么短的时间。如果你待久了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是，我总有一天都要回到中原的。你回到中原以后，我们就见不着了。相聚别离是人之常情，如果有缘的话，总是会相聚的。你没听说过吗？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相对不相识。缘分可以自己争取吗？我总觉得
与其等候老天爷的安排，倒不如自己尝试着去争取。可是缘分之所以称作缘分，就是因为它没有争取的可能。一切都是天意安排的。太晚了，你快回去睡吧。明天一早，我们还得找路回家呢。你不进山洞吗？我真的不介意。不了，这里可能会有野兽，我得在外面看着。你是不是讨厌我？那你为什么老像要躲着我似的？不是，易大哥，我喜欢你。别这样！我不能死在这儿，我不能死！玉儿，你冷静点！我不能死在这儿！玉儿，易大哥，我不能死在这儿啊！易大哥，玉儿，你冷静点好吗？我们一定能回去的，很快就可以回家的。我们都走了3天了，根本就走不出去。我不想死在这儿，我恨这儿，我恨这儿。玉儿，快看那儿有人！娘，救命啊！娘，娘，救命啊！娘，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，娘，娘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娘找你找的好苦啊！我的宝贝，玉儿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娘找你找的好苦啊！玉儿，来，干！来，易大哥。好。谢谢大家把玉儿的命给捡回来了。来，我们干了。好，干干！干！其实是你命不该绝，若不是阿图拼了命带人找你啊，怕你早死在大漠里了。我的命是易大哥救的，这3天3夜，要不是易大哥一路上在照顾我，你们找到我的时候，恐怕我已经撑不住了。来，那易公子真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了。好，不敢当。来，请吃点东西。好，来，啊，停。
听说叶公子是从中原来的，来做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回中原去呢？这个我还说不定。从小玉儿就想到中原去一趟，可路途遥远，我又不放心。这下好了，可以由叶公子来照顾玉儿了。娘，你放心吧，叶大哥会好好照顾我的，是不是啊？尹继峰，我要和你较量。你发什么疯啊？谁本领高，谁力气大，谁就可以照顾玉儿。阿图，我是不会跟你动手的。你不敢是不是？不敢就别碰玉儿。你别胡闹了，我和易大哥已经什么？已经那个了吗？什么那个？你快说。孤男寡女的，在大漠里走了3天3夜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玉儿，易继峰，阿图，你不要误会。你这个混蛋！哎呀，你不要打他了，打他也没有用，反正我已经是他的人了。哎，玉儿，你跟娘坦白，你跟那姓易的小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刚刚人家都说了，独处了3天3夜，还能有什么别的关系啊？你骗得了别人，还能骗得了我？你看那小子一本正经的，才不像你颠三倒四的。就是这么一本正经的，将来才会对我言听计从。那倒是。要是那个易天行啊，早就把你丢下不理了。易继峰虽然呆头呆脑的，但人还倒老实，应该可以托付终生吧？终生大事，你可不能开玩笑。你了解他的底细吗？好端端的又不做生意，他一个人来大漠做什么？一定内有乾坤。哎呀，娘，我不管了，谁能带我离开这儿，我就跟谁。说的也是，这里生活也太苦了，只要能离开这鬼地方也行。娘，女儿去找自己的幸福，丢下你一个人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娘怎么会怪你呢？可是我舍不得你啊。女大不中留，只要女儿能过上好日子，娘就心满意足了。娘，季风，大娘，你还没睡吧？是。我想让你尝一下我亲手做的羊奶茶。好，大娘，正好我有事情要找你谈一下。那好，我也有事要跟你谈。那你先说。我要问你，你跟玉儿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大娘，我看这件事情你好像有点误会了。误会？这次我来大漠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。至于男女私情，我是无暇理会的。有什么事情比自己的终身大事还重要？其实我是中原名剑山庄的人。这次来到大漠，是为了寻找失踪多年的大宋公主。当年先帝被金人掳去，襁褓中的小公主幸得一位宫女和侍卫的保护，才幸免于难。之后就失去了消息。按照当时的逃亡路线来看，极有可能流落在大漠之中。说起来也巧，那个宫女的年龄和大娘的年龄好像也差不多。我要是那个宫女，玉儿不就是大宋公主了吗？这个玩笑你可不能开，都已经10几年了，小公主是否尚在人间还说不定。如果你找不到她，难道你一辈子还不娶妻了？这个当然不是了。那就是了，公主固然要找，可是妻子也要娶啊。这个……难道你根本不想娶玉儿？晚辈和玉儿姑娘虽然患难与共，可是至于男婚女嫁的事情，好像还是早了点儿。玉儿有什么不好，让公子嫌弃？晚辈不是嫌弃她，不嫌弃就给她一个名分。现在全族人都知道了，你们孤男寡女在外生活了几天，名节都玷污了，
将来谁还敢娶她？这事儿你一定要负责任。这晚辈做不了主。不如这样吧，等晚辈回到中原，再请爷爷定夺。你这是借故推卸呀！娘，你别说了，他不要女儿就算了。玉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想活了！玉儿，娘，女儿没有脸见人了。玉儿别哭，你怎么跟娘一样这么命苦啊？娘。走，去那边。怎么样，习惯吗？和中原的集市很不一样。玉儿，怎么了？布鲁德在那儿捣乱。在哪儿？在那边。哎，不行！哎，怎么你这不能这样卖？这怎么卖呀？这个价钱不卖啊！不能这样啊！这个要不掐你下去，不是改成你了，你们怎么了，阿土？他要压低我们的价钱。干什么，布鲁德？你要耍什么花样？不是耍花样，现在天气热了，皮草当然要卖的便宜点了。大热天就不用吃饭，大热天就不用活了吗？对啊，天气热，没人买皮草。天冷的时候也没见你多富啊。对啊，你这是分明不想谈。不是不想谈，是不用谈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照原价。你神经病！不卖了，把货拉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你躲在这儿，你不用怕。你没事吧？你的脸。待在这别动。嗨！哎，刚才没有打到你吧？当然没有了，我又不是豆腐做的。嘿，生气了？没有。来，我自己来吧。你刚才干嘛偷看我呀？没有。哎，你脸上那个……哦，我一个女孩在大漠生活，当然要伪装一下了，这样才方便嘛。原来是这样。可是你不需要伪装，你刚才和他们打架的时候，和男人没什么区别。天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这位兄台，哦，我叫易继风，还未请教。我叫阿图。你也姓易的？那易天行是你？哦，他是我叔叔，你认识他吗？就算是认识吧，不过不是很熟的。哦，对了，忘了介绍了，我叫赵玉儿。哦，你姓赵，那你是中原汉人吗？嗯，我娘是中原汉人，我想我也应该算是中原汉人吧。不过是哪的人都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对，时候不早了，义兄也该回去了，天黑路就不好走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们送他回去好了。今天我们打赢了，晚上好好一起玩玩，庆祝庆祝。哎，你也一起来吧。玉儿，我们吃羊肉，怕他吃不惯。怎么会吃不惯呢？你不吃羊肉吗？我一起去尝尝吧。走，走啊！
觉得他怎么样啊？谁呀？玉儿啊。不错。喜欢吗？怎么了？她是我的。你们成亲了？没有，我一直和她在一起，帮她和她娘做生意。她迟早都得嫁给我的。是吗？喂，你会跟我抢吗？当然不会了，放心吧。谁跟我抢，我就跟他拼。哎，玉儿知道你对她的心思吗？玉儿的娘亲呢？去办货了吧？他们母女俩挺能干的，我们都是她的手下。是不是在讲我跟我娘的坏话呀？没有。好，来干了这一碗。来，季风，干了它。谢谢。这酒好辣。这是马奶酒，跟你们喝的不一样。我是第一次喝这种酒。玉儿，我们跳舞去。我跟易大哥跳。我不会。没关系，我教你。玉儿，来，来呀，很简单。君宝，很久没有和你联系了，不知近况如何？我已经在大漠里安定下来了，这里是另外一种生活，跟中原完全不同的。每天看着日出日落，来往的商旅。这里偶尔会有龙卷风路过，也偶尔会下上一场雨，日日如此。这里好像是世界的尽头，你在这里可以把一切都遗忘。真的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安宁，不用再理会江湖的争斗，我只是我，在这浩瀚无际的大漠中，我不再是武林盟主，不是江湖豪侠。我在想，我会不会就这样下去，不再回去了？